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是人们常说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孩子。他的父母均是高知阶层，父亲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在世界银行和欧洲委员会任职，而母亲则毕业于牛津大学，是英国小有名气的印象派画家。约翰逊童年时期，他的母亲一度因为精神问题住院长达数月。他为了记录这段经历，画了一幅全家福，起名叫做《鲍里斯一家地位岌岌可危》。身为长子的鲍里斯·约翰逊悬挂在画正中，似乎下一秒就要坠入黑暗。近半个世纪以后，这幅画所描绘的状态再次发生在约翰逊首相身上。派对门事件导致约翰逊腹背受敌，不仅反对派要弹劾他，连党内议员也纷纷倒戈。派对门丑闻会否成为约翰逊的水门事件呢？随着派对门事件不断发酵，执政党内部发生了分裂。苏格兰保守党领袖道格拉斯·罗斯上周三下午公开表示，首相地位不保了。I said yesterday, if the Prime Minister attended this gathering party event in Downing Street on the 20th of May, then he could not continue as Prime Minister. So regretfully, I have to say that his position is no longer tenable. 罗斯成为此次事件中公开要求首相下台的第一位保守党国会议员。对约翰逊首相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发起不信任动议是保守党内常见的对英国首相党内逼宫的流程。这些信件秘密提交，具体数字由一个叫1922委员会主席一人得知。1922委员会正式名称为保守党普通国会议员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保守党下议院普通后座议员组成。所谓后座议员，通常是新当选或委任的议员，或已从内阁中离职的议员，他们通常没有内阁职位。1922委员会有一个王炸权力，当收到该党下议院总议员人数15%的不信任信之后，可发起挑战党魁，也就是当今首相之位的不信任投票。该投票也被称为下台投票。目前，保守党下议院共有360名议员，这也意味着发起下台投票需集齐54封不信任信。英国卫报1月16号报道，据传至少有35名议员已经致信1922委员会。一旦下台投票启动，若议会有过半数议员，也就是至少181人投下不信任票，约翰逊就要下台。反之，约翰逊将保住首相之位，且在1年之内，议员不能再发起不信任投票。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没有出现首相因为党内逼宫而下台的案例。此前，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曾因脱欧事务2次面临下台投票。2017年6月，特蕾莎梅为给脱欧铺路错估形势，发动大选豪赌，导致保守党痛失议会多数优势，引发了党内分裂。2018年12月和2019年1月，他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草案引发政党与民意的反弹。他也分别遭到保守党及工党的2次不信任投票，但是均没有过罢免门槛。与此同时，关于派对门的调查已经启动，这项调查将成为决定约翰逊是否能保住首相位置的又一关键流程。按照惯例，调查此次首相府派对门事件的苏格蕾是位公务员，他目前担任英国内阁办公厅副秘书长，也是决定媒体监管机构英国通信办公室下一任主席人选的小组成员之一。苏格蕾曾负责过数个类似的调查案，导致不少英国有头有脸的人辞职下台。因此，有议员戏称他是上帝的副手。他在2012年至2018年担任内阁办公厅里德斯司长期间，负责对大臣们不当行为进行调查。期间，他主持针对保守党议员安德鲁·米切尔的平民们事件的调查。事件的起因是2012年，米切尔涉嫌咒骂警察，称他们为平民。在格蕾的报告出炉后，米切尔也因此辞职。格蕾还负责对特蕾莎梅的前副手达米安·格林进行调查。当时，格林被指控对一名激进分子有不当行为，并被指控在下议院的电脑上存有色情文件。此事也导致了格林辞职。不过，也有部分人对苏格蕾的调查表示质疑，因为指派这项调查任命的就是约翰逊本人。据政客杂志报道，格雷本身就是政府公务员，对内阁调查的独立性存疑。
据了解，苏格蕾将阅读相关的邮件、调查涉事者手机，甚至调阅警方监控镜头，然后撰写一份事实报告。据说最快在本周可以公布结果。另一方面，约翰逊自上台以来，无论在公众场合还是在私生活中，都做了不少荒唐事儿，混乱、丑闻似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去年11月22号，约翰逊在英国工业总会会议上发表演讲，结果中途忘词，此后的反应更是让人目瞪口呆。With fantastic broadband. Forgive me. Yesterday I went, as we all must, to Peppa Pig World. I don't know if you've been to Peppa Pig World. Hands up anyone who's been to Peppa Pig World? Not enough. I was a bit hazy what I would find at Peppa Pig World, but I loved it. And Peppa Pig World is very much my kind of place. It has very safe streets. 这还不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1月6号，一张爆炸性的短信截图被曝光，截图内容是约翰逊与一位执政党捐款人的对话。在截图中，约翰逊发信息给金主说，他的公寓有些杂乱，并要求金主付款，以便他的装潢设计师露露·莱特尔能够继续工作。在短信中，约翰逊答应对捐款人的一个博览会项目予以支持。约翰逊以为此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但2021年2月，英媒曝光称，约翰逊及其未婚妻涉嫌非法使用5.8万英镑政治捐款装修唐宁街住所，出资装修的背后金主就是约翰逊的党内同僚大卫·布朗洛，也就是约翰逊短信的对话方。约翰逊当时表示，他并不知道是谁在为翻新公寓买单，但事实并非如此。短信曝光后，引起反对党对约翰逊是否存在贪污以及权钱交易的质疑。对此，唐宁街10号坚决否认。一位唐宁街消息人士坚称，布朗洛勋爵的行为符合标准，博览会计划是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联合提出的。在一系列丑闻的裹挟下，近期约翰逊的民调已经遭遇严重滑坡。1月11号公布的2份快速进行的民调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根据民调机构 YouGov 的调查，56%的受访民众认为约翰逊应辞职，其中工党选民比例达82%，保守党选民有33%。认为约翰逊应该留任及无意见者分别占27%和17%。另一机构 Savanta Commerce 的民调显示，66%的受访者认为约翰逊应辞去首相职务，其中42%曾在2019年的大选中投票给了保守党。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逊的民调大跌已经影响了整个保守党。从12月1号到21号，星期日，《泰晤士报》与民调机构 Focal Data 联合对2.5万名民众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英国此次大选，工党有望赢得338个议会下议院议席，而保守党只能勉强保住237席。如果成真，这将是保守党自2005年以来的最差表现。近期呢，英国首相约翰逊的派对门丑闻呢，在英国保守派的内部也引起了内讧。那目前为止啊，已经有至少35名这个保守派的议员联合发信对约翰逊进行了不信任投票。其实此前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但是因为没有超过这个15%这样的一个门槛，也就是最低没有达到54名议员而作罢。那这一次，高先生您分析这个派对门会让保守派议员对约翰逊发起联合攻击吗？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约翰逊下台了，谁能替代他呢？当然，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呢？工党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一个的确有能量挑战保守党、挑战约翰逊政治地位的一个党魁或者政治领袖。所以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需要保守党内部仔细斟酌、反复掂量的政治上反复博弈的一个事情。近期的多个民调都显示呢，大部分的民众都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我们知道，在今年5月，英国就要举行地方性的选举。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保守党不跟约翰逊割席的话，会对他们的选情有什么影响？英国的民调应该说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另外一个呢，民调的结果的话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说你现在我们看到这周英国的民众很愤怒，确实是比较愤怒。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就是民调结果的时效性。
常常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7天的丑闻，如果你这7天什么都不干，可能丑闻就过去了。Boris Johnson 他本人在保守党的那个地位的话，应该来讲他还是一个很有领袖风范的一个人，同时他能够影响里头各个不同的一个派系，所以大家可能也在一个权衡的过程当中。整个邮件的泄露也好，照片的泄露也好，一定程度上应该是党争的结果。所以两派里边，一派呢是支持约翰逊，一派是觉得他应该辞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其实保守党也面临着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呢？如果约翰逊辞职的话，新的这个党首上来，他还是要面临今天保守党政府所面临的这种困局吧。这个困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英国在脱欧之后经济复苏方面，包括这个供应链问题啊、通胀问题啊、抗疫问题，这样的局面很难说换了一个人他就会有改变。如果约翰逊真的在这一次的派对门当中下台的话，会对英国的政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谁又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呢？我说实话的话，我觉得如果即使鲍森下台的话，工党可能也选不出什么合适的角色，工党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自己的元气。至于保守党本身的话，因为它有执政的优势，它能够迅速的培养和提拔一些人，能够让他们很快的凸显出来。比如说现在英国的那个外交大臣 Truss 那位女士，她的那个呼声是比较高，而且她本身的话在英国政坛也是很干练出名。然后像那个现在的那个可能是房屋大臣的 Gove， 他是 Boris Johnson 一个长期的一个竞争者，同时也曾经是很好的脱欧的盟友。英国的那个财政大臣那个苏努克，大家对他印象蛮好，但到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重新想一想，到底谁是比较合适的人选。